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人总是比较不快乐？其实是因为现在的人呢，比较不容易接受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是不接受现在的自己，然后去想着未来，然后去想念过去，但是他一直没有好好思考他现在的自己。自己所拥有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开着那个十几年的老车，然后呢，他在开车的时候就看到别人开的好车，他就会一直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开的那个好车，那该有多好。然后或者是开着高档的车子，或是高档的跑车，那该有多好。好，这时候他每次开车，心中就会低估着这个问题，就是内心战开始产生。因为开车如果是上班族，是几乎每一天都要使用到的交通工具，所以如果他不能好好活在当下，这个问题就会在他内心不断的产生，那就是他不能好好活在当下，他是羡慕别人。当你有羡慕的心情的时候，是不会快乐的，了解吗？好，假如这个人他够勇敢，他给他自己老车卖掉了，然后他去换了一部他心中所谓的好车子。好车子一定比老车昂贵啊，所以第一个它的费用就增加了，然后可能它的油钱也增加了，那可能它保养费也增加了，那可能在停车子的时候，他也会把心挂在那，因为那是好车，他会担心他的车子会不会不小心被人家刮到，或者是自己有没有停得够好，让别人可能在转弯的时候不会碰到他的车子。了解吗？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些费用增加了，导致他的生活不是那么宽松的时候，他又开始缅怀过去了。如果我这个时候开的是当初那台老车就好了，我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加油，可能过往加油可能不需要到1000块，现在可能要花到我1500，或甚至快2000。好，可能以前的保养因为是老车嘛，可能1500、2000就可以打死了，现在可能要花个2、3000块才能保养好它的现在的好车。然后呢，停车也是啊，以前呢可能随便一个位置停，他不会担心，因为老车没有人要去动它。但是好车他开始会担心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啊，如果这时候开着那台老车就好了。等于说那个人他一直没有活在当下，他又不接受他现在开的那台好车了，他又开始缅怀过去那一台老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人类他就是当下不好好去接受，但是他就是不断的去想未来还没有的，然后缅怀过去已经失去的，这是人类常常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怎么会快乐呢？如果人类呢，他能够了解，物品都是物质界的东西。如果你能够悟到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让你得到永远的快乐时，你会知道，那个人如果他当初有悟到这个道理，他开着老车的时候，他心里不会有任何的低估。当他开始去羡慕别人开着那样的好车的时候，表示这个人类呢，他会希望用物质来让别人看到他自己，让别人看到他开的这个好车，就是这个物质来肯定他自己。他是靠物质，他不是靠他自己内心。这样的快乐都不会永久的，但只是可能在牵新车的当下，他会觉得很快乐、很风光。我牵了新车耶，我开了好车耶。可是日子总是要过，问题会接踵而来。
如果他能够有练习悟到一些道理，他就不会不接受那台老车，而去羡慕别人开的好车。那又或者说，他够勇敢，然后他也接受。也就是说，如果他开着好车，他是接受那个当下的，我知道我的费用增加了，我必须要去增加我的收入，来达到现在所有费用的平衡。这样子他不会不快乐哦。这反而是那台好车给了他动力去赚更多的钱，这是不一样的。那等于他是靠那个物质来平衡他心里面的内在，而不是去靠那个物质来让自己觉得好像走路有风，让别人看得起我开的这台车，是两种不一样。可是大部分的人是前面那一种，而不是后面那个，不是靠新车而得到动力的那一种的。就是大部分人类呢，都是靠物质来让自己好像别人会对你有尊敬的眼光，因为就是你开的可能是名贵的好车，其实这都是不对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给自己负责任。什么叫负责任呢？比如说他可能在买车的当下是很快乐，可是他刚刚故事的延伸是他可能又缅怀过去那个老车，也就是说他开始又对自己当初买下新车的那个做法又开始反悔了，那就是没有负责。如果有负责的话，不会有这样的念头。他可能又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费用增加了，都是这台车让我现在生活这么不宽松，让我现在本来生活费本来可能有多一点的钱可以有消遣，可是因为开了这台车，我变成消遣的那些费用通通挪到他身上了。他开始怪罪这台车子，他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责任应该是自己要担的，因为是他一直在羡慕别人开好车，他只是给他自己做到了那样开好车的那样的事件，可是他又开始嫌弃这台车，让他每个月生活负担变重了，等于说他没有为他自己负责。如果他有为他自己负责的话，其实就像刚刚后面讲的，他会更加的认真去工作，然后去平衡他所有的开销，了解吗？那个才是对自己负责。所以以此类推哦，比如说现在也很多人在感情上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情侣好了，那可能我们不要讲男生，我们讲女生好啊，女生可能在交这个男朋友的时候就一直嫌弃他，你这样你为什么这个习惯不好呢？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桌子都会弄到脏脏的呢？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可能这个人的ABCDE 的不好习惯，他就一直很清楚的一直记在身上，然后他忘了看到他这个男朋友的好，了解吗？比如说他会送他上下班，然后节日到了会很贴心的送上小礼物，然后这些好的他都没有看到，然后可能有一天不小心大吵，然后就分手了。好，分手了，那可能又交了下个男朋友的时候，他又开始缅怀过去的男朋友啊，以前的那个 A 男朋友 A 君都会在节日的时候送我小礼物，你都不会，你那么忙碌，你是不是都不在乎我？你是不是都没有像以前男朋友那么爱我？可是这个男朋友他在事业上很认真工作，他没有看到，因为他可能因为工作事业心比较重，所以他没有去注意到小细节，他又没看到这个男生的优点了，就是他一直没有接受于他现在那个状况，他就是活在未来缅怀过去的那种人。很多人类都是这样子的，了解吗？从来没有去好好观察一下自己现在的脚步，现在的日子有多幸福，只看着现在的日子有多么难受，跟别人比起来差异结在哪里，都没有去看到自己现在身边所拥有的，就是只有看到自己身边没有的，
然后去看着未来没有的东西，然后一直缅怀着过去已经流失的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把握当下，这样怎么会快乐呢？这样子不会快乐的。如果你点滴，你每天都在羡慕别人，你每天都在羡慕别人，这些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在心里面就不快乐，甚至会导致忧郁。所以现在忧郁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状况，了解吗？所以在这里用影片跟大家说，请你晚上静下来想一下。摇一摇自己，自己有没有好好看待好你现在身边拥有的一切？不要去看那远远的未来，然后又一直缅怀流失的过去，这样你不会快乐的，了解吗？今天分享到这，I love you，拜拜。